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星海里皮捧，汉蛋养福奶。滚！老子学机械的，不背元素周期表。真没想到，咱哥俩居然一块穿越了，这是好事儿啊！就凭老子这手艺，先搞火药后造炮，蒸汽机床剑一套，左手排枪右手雷，骑兵来了也得美。没错，老子的24史和国富论可不是白读的。先搞垄断后放贷，收割世家当韭菜，左手套路右手算，坑的百官全要饭。无敌！咱俩直接天下无敌。不过兄弟，话又说回来，造反是个体力活，起早贪黑太累啊。确实，而且咱连京城朝哪边开都不知道，上来就去跟皇帝死磕，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当。所以嘛，正所谓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水太深，咱俩把握不住。有道理啊！只要混好这地方，把本地土财主都忽悠瘸了，咱们就地圈地盖房，偏安一隅，当个潇洒富家翁，岂不快活？你打铁来，我算账；你造豪车，我收过路费。白天勾栏听曲，晚上纸醉金迷，这才是穿越者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完美！咱们的大好青春就该浪费在享受腐朽的富翁生活上。娘，那两个花子哥哥在念什么诗呀？他们是饿疯了吗？快走快走！这种疯子咬人可疼了，被咬了也要变傻子的。哼，山野村妇有眼无珠，不识卧龙真面目。黄口小儿少见多怪，安知凤雏有大才。不扯淡了，先进城吃顿好的。你身上带钱了吗？废话，咱俩是穿越过来的，我现在兜里比脸都干净。那咱们现在不就是两个要饭的吗？不是，哥们儿，你不是学机械的吗？你造点东西换钱啊，手搓个玻璃杯，熬个肥皂，弄个香水什么的，卖给大户人家，第一桶金不就来了？放你的连环屁！老子是学机械工程的，不是神仙。搓玻璃得要石英砂、纯碱，还得有上千度高温的窑。我现在手里只有这2斤烂黄泥，你要不要我给你捏个泥人垫垫肚子？那打火机呢？火柴呢？我给你打个火葬场，你要不要？没有机床，没有原料，你让我用指甲盖给你车个齿轮出来吗？不对啊，你不是学管理学院的吗？你不是最会坑蒙拐骗啊，不，最会资本运作吗？你去啊，去城里找个地主老财忽悠点烤鸭收集回来啊！大哥，搞金融也是需要启动资金和人设包装的。你看看我现在这身造型，裤裆都快开线了。我跑去跟人家聊 A 轮融资，谈商业闭环，聊弄点和抓手，人家不得当场把我当成邪教打出屎来？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真去要饭吧？要饭也得去城里要。凭咱们俩这智商，就算是当乞丐，那也是乞丐里的纳斯达克乔州选手。滚滚滚！哪里来的臭叫花子？别挡着赵员外家的马车！我记住这孙子了，等老子造出第一把排枪，先拿他车轱辘练准头。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祖传残局，破局者赏大钱50文，输了只收2文茶水钱，50文够去醉仙楼吃顿好的啦。看什么看？咱们连2文钱都没有。兄弟，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吗？你上。哎呦，小叫花子，你有钱吗？就敢坐这儿？他要是能破，我把这棋盘吃了。就这俩叫花子，怕是连马走日，象走田都。居2平4，炮6退1，马8进7，将死。给钱！这怎么可能？王秀才想了半个时辰的局，他3喘气的功夫就破了。妖孽，这是妖孽啊！10步绝杀，毫无破绽。怎么想来账？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你想砸了自己吃饭的招牌？这是50文，知道吗，兄弟？降维打击就是咱们随便从现在带过一门手艺，在这儿都算独家垄断。比如说手搓肥皂，脂肪加减，皂化反应。你学机械的，这玩意儿没忘吧？这古代的鸡肉柴就算了，连点咸味都没有，那破盐发苦还拉嗓子。知足吧，50文钱租这破柴房花了10文，买鸡花了30文，咱们还剩10文，这算是咱们的 A 轮启动资金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手搓肥皂？大哥，我就随口一说，
你还真打算搓啊？有脂肪有碱，这不就是最完美的造化反应材料吗？张山，你大爷的，你是在熬屎吗？我爹呀！那两个稀烂的叫花在煮大粪吗？房东呢？快把他们赶出去！这味儿比城外的乱葬岗还臭。成了，这就是大燕巢的第一块肥皂，纯天然，去污能力极强。兄弟，你觉得这玩意儿卖给穷人，他们有钱买吗？有道理。那如果卖给富人，你觉得哪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会往自己脸上抹这种看起来像大粪、闻起来像死老鼠的东西？那你说怎么办？包装，兄弟，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包装的好，大石也能卖出黄金的价格。明天你去给我弄点最便宜的花瓣和香料掩盖味道，再弄几个好看的木模子，剩下的交给我。准备好，咱们要开始收割大燕巢的名媛圈了。花和盒子搞定了，赶紧回锅重造。成了，你在家看着剩下的料，我去给咱们的大燕名媛圈上点小小的资本主义震撼。哪里来的臭叫花子？要饭要到县王爷的家眷门上了！滚滚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慢着，叫花子，瞎了你的狗眼！去告诉你们家七太太，京城来的四海商会掌柜给她送大内御用凝脂皂来了。大内御用，就凭你这身破布条？你要是京城来的大掌柜，我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来人啊，把这疯子乱棍打出去！不用你们赶，我自己走。好香的味道！借个洗脸盆，再来块抹布。睁大眼睛看清楚，什么叫大内御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肌肤重生、洗去凡胎浊骨的仙家宝贝。这块是商会免费送给戚夫人的试用品。等等，这位大掌柜，敢问这凝脂皂若是用完了，该去何处寻您？城西大杂院，记住，每月只产50块，先到先得。哎呀，第一步走通了，接下来就看这帮败家娘们的收买力了。老李，你丫死哪儿去了？老子负责技术生产，你负责市场营销。这都7天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来买，咱们连买猪油的钱都要没了，中午只能喝西北风。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飞个屁！咱们马上就要饿死了。就是这里，快，别让张元旺家的人抢了先！你们让开，我家小姐可是知府大人的表亲。别急，我的心。李掌柜，李大掌柜，我家戚夫人说了，出价10两银子1块，先给我拿10块大内御用凝脂皂。放屁！我家夫人出15两，全包了。20两，我们家老爷出20两。10两。20两，这破肥皂的成本连3文钱都不到啊！吵什么？我7天前就说过，四海商会的规矩，大内御用凝乳皂每月只产50块，先到先得。李掌柜，我们有钱，您随便开价。这不是产粮的问题，这凝乳皂里加了9981味珍稀仙草，需在月圆之夜汲取天地精华。不过，既然各位这么有诚意，今天我破例放出本月最后30块的购买名额。不卖现货，只卖提货凭证，20两银子一张凭证。这他妈不就是现代资本家玩烂了的预售期货和饥饿营销吗？东西还没做出先收全款。我买2块，别急，这是我家夫人的40两。600两白银，咱们发财了。兄弟，这只是开始。走去醉仙楼吃烤鸭，吃完咱们就去买大宅子。这大燕巢的韭菜，咱们割定了。就是这2个外乡来的叫花子，给我把配方搜出来！大晚上的，诸位这是要打劫？打劫！本大爷这是在替天行道！交出那什么凝脂皂的配方，大爷我大发慈悲，留你们一条全尸，否则今晚就把你们剁了喂狗！配方啊，早说啊！这配方可是我们兄弟俩的命根子，
上面记载着9981味仙草的熬制之法。可惜这配方里有一味最重要的药引子穿肠散，你拿到配方照着熬制，不出3天，你全家老小都会浑身溃烂而死。你敢耍我？给我上！把他们乱刀砍死！张山，上才艺，早就准备好了，送你们一场人工白抽！这是什么破玩意儿？我的眼睛瞎了，我瞎了！妖狐，他们会妖狐，快跑啊！王老板，不是要剁碎了我们喂狗吗？怎么嫌我这9天玄雷的配方不够劲儿？神仙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银票，全孝敬2位爷爷。拿钱买命，算你懂事。回去告诉城里那些眼红的同行，四海商会做生意讲究个和气生财，但谁要是再敢半夜来敲门，下次炸开的就不只是你们的眼睛了。是，小人记住了，小人滚，这就滚。现在咱们有多少钱了？加上王富贵赞助的这300两，一共900多两。走，兄弟，明天一早，咱们去城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下最大的宅子。从明天起，大杂院的泥腿子死了，大燕朝首富四海商会正式挂牌。900两银子，你花300两在城里买了个带3进院子的商铺，剩下的600两，全用来买这片鸟不拉屎的乱石滩了。你懂个屁！城里那破院子能干什么？这里将是大燕朝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摇篮。卢把头，图纸你看过了，我要在这河边建3座10丈宽的大工坊，不仅要宽，墙壁还要厚实，能防贼放风。给你10天时间。10天？张掌柜，这乱石滩连根像样的木头都没有，你要建3座大工坊，光是去山里伐木运石料就得半个月，更别说还要用糯米汁和黄泥一点点砌墙。老夫把话撂这儿，最快3个月，而且因为你催得翻倍，要300两银子。就是3个月都算快的了。这俩外乡人懂个屁的盖房子，真以为有钱就能胡来。你歇着，今天没你出场的份儿。3个月300两，卢把头。如果我说我不用1根木头，也不用什么劳什子糯米汁，今天日落之前，我就能在这平地上立起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呢。张掌柜，你要是今天能在这空地上凭空做出一堵墙来，老朽这行的把头不当了。以后我这50个弟兄免费给你干3年白工。好，一言为定。李四，去把咱们前天烧的东西拉过来。就凭这几袋子灰，他莫不是想用面粉糊墙？沙子、碎石、灰粉，3比2比1，加水，给我死命的搅。就这，把一堆烂泥倒进木头筐子里，等水一干，这泥巴一推就倒，这也叫墙？行了，张掌柜，天快黑了，你这烂泥戏法也演够了，老夫该回家吃饭了。那300两银子，急什么？看好了，什么叫神仙造物？这怎么可能？烂泥怎么会变成石头？不信，你可以试试，用你吃奶的力气砸。卢把头，打赌的事儿就算了，我张山不缺这几个白工，工钱我给你双倍。但这10天，你和你的人必须按我的图纸把这3座工坊给我盖起来，跟着我干，我保证你们这辈子赚到的钱比你们前8辈子加起来都多。但如果谁敢偷懒，下场就跟那块石头一样。东家，从今往后，我们这50人就卖给四海商会了。张山，铁矿石买回来了，但城里那个老铁匠死活不肯接单子。他说咱们要的铁件形状怪，数量大，要价翻了5倍。嫌形状怪数量大，我正愁找不到人试车呢。去把那老家伙叫来，告诉他，要是不来，以后大燕朝铁匠行当没他吃饭的份儿。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没饭吃。你那图纸上画的什么齿轮轴承，我打了一辈子铁都没见过。要我打，行，1000两银子，少1个字免谈。张山，水车转起来了，开炉！张掌柜，你莫不是疯了？这么大的铁块，就算老夫带着10个徒弟，抡上3天3夜的大锤也砸不平。你打算用牙啃吗？有钱烧的吧？这么大的铁坨子，除了当秤砣还能干嘛？师傅，咱们走吧，别看着疯子耍猴了。老东西，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什么叫水力百断钢？我的亲娘嘞！这是人力能干出来的事儿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10个壮汉抡大锤，这铁怎么可能被砸得像面团一样？疯了！这是把江河的力气借来打铁啊！张大将，老朽那点微末道行，在您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老朽不要那1000两了。若是张大将不嫌弃，老朽愿入您商会的籍，不求别的，只求能让老朽在这神机旁打个马手，学点真本事。行了，别嚎了，哈哈哈！今天晚上把我要的齿轮、轴承全给我打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让大燕朝的第1台新式水力织布机站起来。技术威慑完成，接下来该轮到老子用资本主义的铁拳去收割这帮古代土著了。老李，库房装不下了，你丫到底卖不卖得出去？急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汇通钱庄那边办妥了吗？办妥了，按照你的意思，用咱们宁主造未来半年的独家分红权做抵押，从汇通钱庄借了3万两白银。不过我真不懂，咱们卖肥皂赚的钱够多了，干嘛还要去借高利贷？因为我要用这3万两买空江南所有的上等生丝和好棉花，我要让这城里的8大布坊一根好线都买不到。我操，釜底抽薪啊！怪不得你这半个月让我把织布期的飞梭间隙调大，原来你打算用劣质短棉织布。没错，他们的手工必须用好线才能织出好布，稍微差一点就容易断线。但你的机器不怕，粗棉、短棉照样织。准备好，今天就是大燕朝布商的末日。对，那个四海商会简直欺人太甚。半月前，他们突然开了5家布庄，那布的料子比咱们精织的还要细密，可价钱呢，他们只卖30文。30文啊！咱们雇织女买棉线，1匹布的本钱就要50文，他卖30文，这不是在做善事，这是在要咱们的命啊！刘掌柜，江南那边传来消息，市面上的上等生丝好棉花全被人以高出市价2成扫空了。咱们派去提货的船老大说，江南的丝商宁愿赔双倍的违约金给咱们，也把货全转卖给那个人了。什么？是谁干的？据说是京城来的一股神秘客商砸了整整3万两白银。虽然江南那边赔了咱们违约金，可咱们雇船雇镖局去江南的开销全打水漂了呀。最要命的是，现在就算咱们拿着这笔违约金去蜀中进货，一来一回最快也要2个月。是四海商会，绝对是李四干的。他一边低价卖布，一边高价买空原料，他这是要跟咱们同归于尽啊！工坊存线只够3天，2个月空窗期，光每天的口粮底薪就能吃垮铺子。同归于尽，王掌柜，你也太高看你们自己了。李四，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高价买空原料，自己也得亏死，你这叫损人不利己。亏死？那是你们的织女离了上等棉线就活不了，但我的机器就用这种你们平时扔在地上当柴烧的烂棉花，照样能织出比你们更好的布。我卖30文，依然有10文的净利。我用你们存在汇通钱行里的钱，买空了你们赖以生存的原料，而我的布没有人工费，不需要织女，产能是你们的100倍。李大掌柜，求您高抬贵手，给咱们留条活路吧！我那布子可是祖传了3代啊！留活路？商场如战场，我凭什么留活路？不过我四海商会正好缺几个掌柜，帮我把布卖到江南去。这契约用1成的价格买下你们的铺子和地段。签了，以后你们就是我四海商会的掌柜，拿1成干股，跟着我吃香喝浪。不签，1个月内你们的资金链就会彻底断裂，铺子会被查封，你们的下半辈子就在大牢里过吧。反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李四干不经本官同意，就吞了城里所有的布庄，这是要把本官的财路全断了呀！大人息怒，这四海商会最近风头太盛，听说他们在城外搞的那个织布机，一天能出500匹布，简直是印钞机呀！大人，咱们是不是得？那还用说？传我的手令，就说四海商会涉嫌扰乱市价，让捕头带人去把城外的工坊封了，机器和存货全部充公。是，小人这就去办。李四，你这奸商事发了，赵大人有令，查封四海商会所有工坊，如有违抗，就地正法。不好意思，擦枪走火。你们刚才说要查封谁？孙捕头，别动不动就拔刀，容易伤着自己。赵大人的胃口，李某人清楚。不过今天这门，你封不了。这是神仙用的宝贝吧？孙捕头，你看清楚了，这2箱琉璃神镜可不是送给赵大人的。那是送给谁的？
是送给知府大人正房夫人王诰命的。李大掌柜，误会，这绝对是个误会。赵大人的意思是让小的们来给商会看家护院。滚！是，这就滚！老李，你丫真够可以的啊！拿我昨晚随便烧出来的玻璃去忽悠那帮孙子。再说了，你什么时候联系上知府夫人了？就昨天下午，我花了1000两银子买通了知府夫人的贴身丫鬟，送进去了一面小镜子。今天早上，知府的特许经营公文就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有了知府的特权保护伞，从明天起，咱们的四海商会要把手伸向盐和铁了。老张，你大爷的！我让你给我打一把扇子，你给我打了个这玩意儿！你就说沉不沉稳吧，那是全金刚架构，重5斤4两。扇柄里我还给你加了弹簧机关，只要你按那个红点，扇骨能像暗器一样射出去，50步内能钉穿3寸木板，这叫硬核儒雅，懂吗？不懂你个锤子！我是去知府府上参加雅会，不是去搞刺杀。张爷，这扇子怕是能把人的脑袋直接扇飞吧？听见没？这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走，带你看个更刺激的。我把这宅子的自来水系统搞定了。看好了，别眨眼。这水怎么自己会流出来？张爷，您是不是在里面关了个小水神？水神没看见，水鬼倒是有2个，这就是物理的力量。老李，以后洗澡不用丫鬟一桶一桶往里倒水了，哥给你装了个土法花洒，舒服，这才叫生活。老张，你这手艺要是传出去，大燕朝的那些贵族非得疯了不可。疯的还在后面呢，来看看我给你弄的土法席梦思。准头，上去试试。张爷，那可是主子的床，奴婢哪敢？少废话，这是命令，这是在进行工程验收。妖法，这条是活的，他要奴婢屁股。爽！老张，你真是个天才，这种陷进去的感觉比那硬邦邦的木板床强出100倍。那是，我这弹簧的 K 值是经过计算的。你们2个别在这装受惊的小鹿，去把这几天的作业拿出来。张爷，能不能不背那个99歌了？那5735后面，奴婢老是记不住。记不住就去抄100遍。我四海商会的人连乘法口诀都不会，出去丢的是我的人。夏荷，你过来给我讲讲什么叫杠杆原理。讲不清楚，今天中午没肉吃。老张，你真是焚琴主恶，人家这么漂亮的妹子，你让人家背99乘法表，你还是人吗？你懂个屁，这叫科教兴国。老李，别光顾着爽。你要的那些铁矿和煤矿，知府那边的批文下来没？我的高炉已经饥渴难耐了。批文已经到手，但这青州府的盐铁生意一直被本地的崔家把持着。咱们动了他们的奶酪，那帮家伙可不会像赵知县那么好对付。管他什么崔家狗家，敢挡着老子搞工业革命，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老张，你这到底行不行啊？我可是把牛皮都吹出去了。今天下午要在全城的盐商面前开品盐大会，你要是搞砸了，咱俩今天就得卷铺盖跑路。急什么？这就叫化学的艺术。他们觉得这是毒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镁，无掉，剩下的就是最纯净的氯化钠。石头，把那2袋子石灰水和草木黑端过来。我操，这就成了？早着呢，还得过滤蒸发。这是盐？老张，你把这10袋的地基给挖穿了。别吹了，赶紧装盘，走去让那帮没见过世面的土鳖盐商们开开眼界。这李斯真是狂妄至极，居然敢买毒盐矿，简直是自寻死路。就是，那毒盐要是能吃，咱们崔家早就把它挖空了，还能轮得到他？今天咱们就坐着看好戏。要是他敢拿毒盐糊弄咱们，咱们立刻报官，抓他个图财害命。诸位，久等了。李掌柜，废话少说，你今天请我们来，不是说要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盐吗？东西呢？别急啊，上盐。这是什么？白糖？白糖？刘老板，你家白糖长这样，尝尝吧。这就是我四海商会用你们口中那种连狗都不吃的毒盐矿提纯出来的净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神迹，这是神迹啊！天哪，这是什么盐？我吃了大半辈子盐，居然全是土！这颜色，这味道，崔家的青盐在他面前简直就是狗屎！这盐怎么办？我全包了！你们也配？从青州府的盐市，我四海商会说了算。崔家的青盐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天1000两。1天1000两啊！这李斯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这种点石成金的手段，怎么能落在一个奸商手里？大人，崔家那边已递了话，
只要大人能把这造血岩的秘方弄到手，并且承诺以后青州府的盐利分大人2成。2成？打发叫花子呢？秘方要是到了本官手里，那就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传我的手令，立刻调集县衙所有差役民壮，给我围了四海商会。大人以什么名义？名义？那废矿里的盐可是出了名毒盐吃死过人的，把李四和四海张山给我抓进死牢，大刑伺候，不怕他们不把秘方吐出来。给我砸开！干什么？今天还没到发工钱的日子，要饭去别处要。刁民，死到临头还敢猖狂！来人，把这个私招毒盐的反贼给我拿下！慢着，赵大人，这么大阵仗是要来买盐吗？不好意思，今天的货已经卖光了，想买明天赶早排队。李四，你低价收购的废弃毒矿，提炼毒物，意图谋财害命，本官今天就要查封你这魔窟，将你等反贼满门抄斩！拿下！我看谁敢动！赵大人，你刚才说要查封我，你查封我之前，是不是该先去州府问问，你头上那顶乌纱帽还够不够分量？你拿的什么东西？青州府知府手令，赐四海商会盐铁特许经营之权，凡商会名下矿山、盐场、工坊，接受州府直辖庇护，地方县衙无权干涉，更不得擅自查封。钦此！你敢伪造官文，这是诛九族的大罪！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印是不是假的？赵大人，你想当崔家的狗，想来抢我的秘方可以，但你出门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这7品芝麻官的牙口，咬得动我这块铁骨头吗？李大掌柜，误会，这全都是误会。带了100多号人，拿着刀要满门抄斩，你管这叫误会？老李，这胖子刚才说要查封咱们，按照大燕律法，惊扰州府特许商号，该当何罪？轻则罢官免职，重则流放3000里。李祖宗，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受了崔家那帮贱人的蛊惑呀！求您大人有大量，把这份批文收起来吧。要是传到知府大人耳朵里，小人这乌纱帽可就真保不住了。赵大人，带着你的狗滚吧，顺便替我给崔家带句话：青州府的规矩，从今天起由我们来定。老张，你说咱们现在算不算是大燕朝的首富了？首富算个屁！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老李，你看这个马拉有轨电乘车，我已经算过了，金刚轨道的摩擦力极小，只要4匹马就能拉动载客50人的车厢。我要在青州府的主干道上铺满这玩意儿，让大燕朝提前500年进入轨大交通时代。我操，你这想法够野啊！如果把这玩意儿铺到码头和矿山，咱们的物流成本能降到原来的1/10。这哪是电车，这他妈是印钞机啊！干！明天就去找州府买地批坛子，我要让青州府满城都是咱们的钢铁巨兽。顺便再搞个煤矿，下一步我直接手搓蒸汽机，把马都省了。王爷恕罪，那四海商会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妖法，造出了血一样的精盐，小人实在斗不过他们，这半年的盐利全被他们抢光了呀！斗不过，本王养了你20年，你现在告诉本王，你连2个剑商都斗不过。王爷饶命，那2个剑商富可敌国，他们手里不仅有营盐的秘方，还有一种能瞬间削铁如泥的神器。只要王爷出马，把四海商会抄了，不仅军饷有了，连军旗也能焕然一新啊！知府的批文，在这大燕朝，只要本王的刀够快，什么知府，什么商会，不过是本王案板上的肥猪罢了。传本王将令，大军开拔，进驻青州府，封锁4门，军管全城。本王倒要看看，是那2个剑商的银子硬，还是本王的铁骑硬。王爷，下官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这军管2字，似乎不合朝廷规制。规制。本王的3万铁骑已经断粮3天了，你跟本王谈归附？这大燕朝的江山是本王带着人在北疆一刀一刀拼出来的。本王现在要借你的青州府筹集军饷，你有意见？立刻去办，立刻去办！不用你办，崔渊已经把青州府的情况都告诉本王了。听说你给城西的那个什么四海商会，王爷明鉴，那四海商会确实有些手段，能做出比血还白的精盐，还能打出削铁如泥的金刚。下官也是为了繁荣地方。繁荣地方？他们把本王的白手套都给废了，断了本王的财路，你管这叫繁荣地方？传令下去，让那个叫李四的剑商带着他所有的账本银票，还有那所谓的金刚虎牙来见本王。记住，本王只要东西，不要人。如果他敢说半个不字，就把那座工业园连人带机器全给本王推平了。
李爷，这次是真的天塌了呀！那是镇北王，他手底下的3万重甲骑兵，杀人都不带眨眼的。知府大人现在还跪在衙门院子里没敢起来呢。老李，怎么说？要不要我把后院那2门刚筑好的土炮拉出来？管他什么王爷，只要敢冲进来，老子让他知道什么叫动能守恒。老张，这是古代，不是现代。我们那2门土炮挡不住3万重甲骑兵的冲锋，硬拼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用商业规则去跟他谈判。商业规则？跟一个封建军阀？你脑子进水了吧？不，只要是人就有所求。他要军饷，要武器，这就是我们可以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跟他签订利益捆绑协议，商会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饷和金刚武器，换取他的绝对庇护。只要把这个大军阀绑上我们的战车，这大燕朝就再也没人能动我们。走，去府衙，我要给这位古代的王爷上一堂现代经济学的课。你就是那个废了崔渊、抢了本王盐铁生意的奸商。草民李四见过王爷，王爷言重了。商场如战场，优胜劣汰罢了。草民不过是用更好的技术和更低的价格取代了他们。这不仅繁荣了青州府的商贸，也间接为朝廷增加了税收。王爷英明，想必不会因私废公。繁荣税收，你知不知道崔渊每年要给本王的北疆大营送多少银子？不管他送多少，我四海商会可以送双倍。王爷，草民听说北疆大军因为大旱军饷断缺，这正是我们合作的绝佳契机。草民愿意出让四海商会3成的干股给王爷。王爷，您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存量财富，我们可以进行利益捆绑。您提供军事庇护和政治特权，我们提供最先进的精研提纯技术，远超大燕朝工艺的金刚冶炼技术。我们可以把青州府打造成一个超级工业基地。我们有水利断锤，有新式高炉，只要王爷点头，我们可以每个月为您提供2000把削铁如泥的金刚战刀，5万斤白如雪的营盐。我们可以垄断整个北方的盐铁市场，产生的利润足以养活您10万大军。这叫双赢，只要我们强强联手，这大燕朝的经济命脉就全在王爷您的掌控之中。说完了，王爷，意下如何？李四，李四，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跟本王谈合作，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王分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在你们这些奸商眼里，万物皆可卖；但在本王眼里，只要本王的刀够快，这天下都是本王的。你那所谓的技术图纸，全都是本王的。本王要拿走属于本王的东西，为什么要跟你分红？本王没耐心跟你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传令下去，包围城西工业园。天黑之前，本王要看到所有的账本、现银和金刚图纸。如果少了一张纸，或者有人敢阻拦，杀无赦！老李，老张，没用，全都没用。什么没用？你不是去跟那个狗屁王爷谈股份了吗？那帮孙子为什么还要围我们？股份，双赢。老张，我们太天真了，在那个王八蛋眼里，我们连跟他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他下令了，天黑之前交出所有的现银、账本，还有你画的那些图纸。如果敢说半个不字，工业园杀无赦。张爷、李爷，咱们把银子交出去吧，钱没了可以再赚。外头那些兵爷可是真会杀人的呀！是啊，把图纸给他们吧，咱们斗不过官军的。老李，交出图纸和银子，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放过？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算今天交了，明天呢？后天呢？只要我们脑子里还有这些跨时代的知识，在这个没有法律保护的时代，我们就永远是那些权贵圈养的血包。老张，我们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那就不回了。是他！去，带着春桃和夏荷，把后院那2门还没来得及试射的土炮，给我推到大门口来。想活命的，去拿你们打铁的锤子，拿你们烧玻璃的铁钳。
今天，要么我们像狗一样被他们屠杀，要么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特么的工业革命。时辰到了，奉王爷令，四海商会抗拒军管，意图谋反，全军冲阵，踏平工业园。开门！去死吧，封建余孽！成了，成了！部队，大家快跑！老张！老李，张爷，李爷，石头，别动，在那趴着别动！没了，全没了。什么经济学，什么物理学，全是狗屁。搜，这就是你们用来买命的东西，30万两，1分不少，拿走，都拿走。你疯了！那是大同钱庄的建票集兑的银票，30万两。银票，在这乱世，没有镇北王的大义，这些破纸连擦屁股都嫌硬。王爷有令，四海商会私通敌国，意图谋反，念在你们献上金刚图纸的份上，留你们全画押吧。谋反，好一个谋反！还要让我们背上千古骂名，这大元朝的规矩真是好得很啊！老李，别废话了，图纸就在那个箱子的夹层里，密码锁只有我知道怎么开。开。老李，还记得我们穿越过来的第一天说要干什么吗？记得，我们要当乞丐里的纳斯达克桥中人。放屁！那是给文明人定的规矩。对于这群野蛮人，我们要当他妈的死神！走！老李，冷吗？不冷，我现在的血是烫的。老张，你说的对，跟这群封建野蛮人讲什么经济学，讲什么股份制，纯粹是脑子进水了。这帮孙子以为用几把破刀、几匹破马就能把我们踩在脚底下，他们以为抢走了高炉和几张破图纸就能掌握我们的力量，他们根本不懂，真正的工业革命不是那些冰冷的机器，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知识。石头死了，春桃和夏荷也死了，他们毁了我们的心血，杀了我们的人。老李，我不想造自来水了，也不想造席梦思了，那个配方太温和了。我要搞点硬货，无缝钢管、消化甘油、雷酸泵。我要让这帮还在挥舞着冷兵器的土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热武器降维打击。好，钱我来搞，不管是用什么办法，我李四发誓，3个月内我给你建起一座真正的兵工厂。既然这大燕朝的规矩是他们定的，那我们就把定规矩的人全宰了。儿郎们，过了那片土坑，青州府的酒肉娘们儿随你们抢！杀！一排开火！一排退弹装填，2排开火！2排装填，3排补位，接替1排。
完了，全完了！那2个姓李和姓张的妖人，估计早就在大火里烧成灰了。他们存在我们这儿的30万两白银底票，按照规矩，人死账清。这笔钱咱们几个老兄弟分了。王掌柜说的在理，那2个蠢货真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青州府翻天。你没死！来人，护院，外面的护牙司哪儿去了？别喊了，外面的20个护院已经被我们清理干净了。各位掌柜，四海商会的账还没清呢。3天前，也就是镇北王的骑兵进城前夜，我察觉到不对劲，全部换成了你们13家地下钱庄的通兑飞票，整整30万。你少拿着破纸吓唬人！镇北王已经下令抄无了四海商会所有的家产，你存在钱庄里的底银已经被官府查封了，你手里的飞票现在就是废纸，你这是明抢！是啊，镇北王烧了我的工坊，还要抢我的本金，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们拿现银了。白纸黑字，见票即兑，这是大燕地下钱庄的铁律。官府查封了我的底银，那是你们和官府的事。现在把钱给我吐出来！你疯了！你让我们钱庄自掏腰包给你填这30万两的天孔，你以为你是谁？你这根本就是抢劫！说对了。我说了，规矩变了，我不要你们的产业，我只要现银。半个时辰内，30万两白银装车停在城南门外，少1两，我把你们的脑袋全剁下来喂狗。我的经济学模型里，现在只有联合博弈。去筹钱吧，掌柜的。你们是什么人，竟敢绑架老夫？老夫可是前朝军器局的第1大将莫铁山，哪怕是镇北王见了我，也得客客气气的。闭嘴，看看图纸。荒谬，简直是痴人说梦！黄口小儿，你画的这是一根中空的铁棍，老夫打了1辈子铁，大燕朝最精良的鸟松钢管，老夫都造过。你要把这铁棍中间掏空，还要保证内壁光滑如镜，甚至还要刻上什么螺旋纹，绝无可能。天下任何一个铁匠，就算把手敲断了，也绝对打不出这种东西。你这根本就是异想天开。那是什么鬼东西？时代变了，老家伙。不可能，这不可能！完美的中空，光洁如镜的内壁，以及一圈圈呈现出完美螺旋状的清晰膛线。老天爷啊！我打了1辈子的铁，这才是神迹，这才是神迹呀！师傅收下我吧，让我给你打下手，让我死在这台机器旁边也行。图纸上的东西，3天内给我造出100根，造不出来，我把你塞进那个钻头里。老张，这玩意儿真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别靠太近，也别大声说话。这叫雷酸镁，只要一丁点摩擦或者撞击，它就能产生极度高温的爆燃。没有这东西做底火，我打出来的那些枪管就是一堆烧火棍。那是另一锅，硝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我还在调配稳定剂。那玩意儿的威力比大燕朝现在用的那些黑火药强几10倍，只要1小罐，就能把崔家的大门连同那帮狗腿子一起送上天。什么时候能组装出第1把成品？就在今天。300米，张爷，这距离连最强劲的床弩都射不到啊！天雷，这是天罚啊！这不是天罚，这是科学。这是能把那些骑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像猪一样打爆脑袋的科学。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拿着刀乱砍的护院，你们是我和老张的幽灵小队。我会教你们怎么装弹，怎么瞄准。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扣动扳机。训练开始，第1项，每人开50枪，枪托不把肩膀震脱久，谁也不许停。
出发，目标青州府。恭喜崔老爷，贺喜崔老爷！拔掉了四海商会这颗毒瘤，如今青州府的盐铁生意可就全仰仗崔老爷您一家了。哪里哪里，这都是镇北王爷的威名庇佑。说起来，那两个姓李和姓张的妖人死的也真是便宜他们了。若是落到本官手里，定要将他们千刀万剐，以儆效尤。通判大人说笑了，两个会点奇技妙术的剑商罢了，在王爷的重甲铁骑面前，连个全尸都没留下。来，喝酒。老李，目标锁定，看到那个通判了吗？他刚才说要千刀万剐我们。看到了，那就让他先尝尝花生米的味道。开火！有刺客！保护老爷！天雷，是天雷劈了老爷！第二枪，敌人在外面，在城墙方向关大门，把前后大门全部钉死，共同守上墙。大门锁死了，管你是人是鬼，敢来崔家撒野，定叫你有来无回！放箭，给我射死他们！就这点本事，关门？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吗？那是什么暗器？我的耳朵，我的眼睛！一排半跪准备，二排持枪待命，交替开火阵型，展开！一排开火，一排退弹装填，二排开火！魔鬼，他们是魔鬼，快跑啊！当初你们瓜分四海商会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现在我们来算总账了。饶命！饶命！李大掌柜饶命啊！那些产业我们全都还给你，连本带利的还。留2个人在这里看着，任何人敢踏出院子半步，直接击毙。其余人跟我走。去哪儿？州府大牢。站住！大燕州府重地，擅闯者死！老张，交给你了。这是什么妖法？放箭！快放箭！晚了。你想干什么？我是镇北王的人，你敢动我，王爷的中甲骑兵一定会把你踩成肉泥！啊！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当初下令让马蹄踩碎那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叫的。看清楚了，这青州府的规矩，从今天起，我李四说了算，谁敢不服？这就是下场。跑得真干净啊！知府通参县令，
还有城里的那些大商贾，连夜逃出了城。现在的青州府连个管事的活人都没有了。你指望他们留下来和你讲道理？你昨晚把偏将打断4肢钉在十字路口，这叫立威。立威的代价，就是他们把你当成了比镇北王还恐怖的疯子。我就是要让他们怕。老张，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你从地下钱庄抢来的30万两现银，加上昨晚抄了崔家大院搜刮出来的10几万两，够我们打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了。不够，镇北王不是傻子，偏将死了，崔家灭了，他很快就会知道青州府失控。他的重甲骑兵从大营开拔，最多只要7天就能兵临城下。15个人，就算枪法再准，也挡不住骑兵的冲锋。我们需要军队，一支不怕死的军队。7天时间练兵，就算是最精锐的七国军，练成阵型也需要半年。你指望这群饿得连刀都拿不动的流民去挡骑兵？我不指望他们挡，我只要他们站在那里，扣动扳机，死也不退。把州府库房里所有的粮食全部搬到城南的广场上，架起大锅熬粥。是。开饭了，快抢啊！给我一口，给我一口！我叫李四，现在青州府我说了算。想吃饭可以，青壮男子站到左边，老弱妇孺站到右边。从今天起，青州府实行全面战时配给制，没有钱，没有买卖，只有服从。愿意给我卖命的顿顿白粥加肉，不愿意的1粒米也没有。去城外吃土或者死在街上，随便你们。敢抢粮者杀，敢乱阵者杀，敢不听号令者杀。现在开始选。肉，真的是肉，我吃到肉了。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浓的米饭，连筷子插进去都不会倒啊！李老爷是活菩萨，李老爷是神仙啊！听好了，我不需要你们会打架，我也不需要你们有多勇敢，我要你们做的只有3件事：第一，听到哨声举枪；第二，听到口令扣扳机；第三，前面的兄弟死了，后面的必须踩着他的尸体补上位置，哪怕天塌下来，没有我的命令，谁敢后退半步？死。第3小队有人出错，全队今天没有肉吃，只配喝稀粥。王八蛋，都是你不好练，害得我们没肉吃。老张，人我准备好了，你的枪呢？深山矿洞的产能太慢了，我把青州府所有的铁匠铺和工匠全抓了过来，实行了流水线作业。打枪管的只管打枪管，做枪托的只管做枪托。7天时间，我勉强凑出了500把后动枪，但质量参差不齐，炸膛率可能在5%左右。5%？这已经是极限了。大燕朝的生铁质量太差，我用土法高炉强行脱碳，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想要更好的钢，必须等镇北王的事了结，重新建立大型炼钢厂。够了，把枪发下去，让他们见见血。快，动作快点！这一炉的温度降下来，钢就废了。你不懂打铁没关系，你只需要每天站在这个位置，把这块铁皮砸成这个模具的形状，砸对1000个，给你发半斤猪肉；砸错1个，扣1天口粮。张爷，今天出了80把城枪，加上前几天的，一共512把。不够。张爷，还有一件事儿。您前天让我带人赶制的那把根特别粗的钢管，还有那个带摇把的底座，已经弄好了。可是那玩意儿太沉了，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扛得动的呀。好东西，老张，别摸你的铁疙瘩了。探子回报，镇北王的先锋营已经过了落雁崖，多少人？2000轻骑兵，全是百战老兵。领军的是镇北王麾下有名的疯狗偏将呼延灼。最迟明天中午，他们就会兵临城下。将军，前面就是落雁崖了。过了落雁崖，青州府就无限可守了。那群在青州府作乱的妖人，听说还发粮招募了一群要饭的流民。回将军，探子回报，确实如此。据说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手里拿着一种烧火棍。拿烧火棍的流民，老子带着2000轻骑，就算是2000头猪，也能把他们踩成肉泥。传令下去，过了落雁崖，直接一波冲进青州府。老子要在天黑前把那2个妖人的脑袋割下来当夜壶。是。快！把这些带刺的铁丝给我拉紧，用木桩钉死，站好挖深点儿，不到齐腰深，骑兵冲过来一刀能削了你们的脑袋。
抖什么？害怕了？想跑了？看看你们身后，那是青州府，锅里还煮着大白米饭和肥肉，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城里等着你们打完仗回去吃肉。你们现在跑了，那些骑兵冲进去，不仅会抢光你们的粮食，还会当着你们的面把你们的老婆孩子砍成肉酱。我的规矩，这几天你们应该已经刻在骨头里了。听到哨声开火，没有哨声，谁敢后退半步，老子的幽灵小队在后面架着枪，第一个崩了他。不跑，死也不跑！对，保卫米饭，保卫肉，杀光那群抢粮的狗杂种！老李，干得不错。地雷埋好了吗？500颗触发式黑火药地雷，全埋在铁丝网前面300步的冲锋区了。只要他们敢以密集阵型冲锋，那里就是他们的火葬场。来了，全体都有！哈哈哈哈！将军您看，那群要饭的居然在城外挖坑玩泥巴，不知死活的蠢货！儿郎们，过了那片土坑，青州府的酒肉娘们儿随你们抢！杀！不许闭眼，盯紧前面！怎么回事？那是天雷吗？不要乱，不要停，继续冲！冲过去，把他们全砍了！铁丝网，注意那铁线，冲过去！停下！那铁线有古怪！一排开火！一排退弹装填，2排开火！2排装填，3排补位，接替1排。完了，全完了！继续射击，一个不留。退，装填，开火！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将军，顶不住了，兄弟们死得太快了，这铁线根本砍不断，马冲不过去，我们在里就是活靶子啊！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他们那烧火棍不用装填的吗？所有人下马，步战冲锋，只要冲进坑里，他们就是一盘散沙！给老子冲！第3排退，第1排上前，开火。第2排上前，开火。魔鬼，你们是魔鬼！老张，第1回合我们赢了。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轻骑兵先锋，镇北王的底牌还没亮出来。啊！呼延将军的先锋营全军覆没了！你说什么？2000精锐轻骑去剿灭青州府的一群流民暴贼，你现在告诉我全军覆没？呼延灼呢？呼延将军疯了，属下在落雁崖坏接用，看到呼延将军一个人跑回来，嘴里一直喊着天雷魔鬼，连刀都拿不稳了。至于2000兄弟，连一具完整的全尸都没能抢回来，荒谬！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拿什么杀我2000轻骑？定是呼延灼那条疯狗贪功冒进，中了埋伏。王爷，末将愿领兵踏平青州府，若不能将那2个姓李和姓张的妖人碎尸万段，末将提头来见。青州府那2个奸商，先是杀了我的白手套崔家，又占了我的州府，现在连我的先锋营都吃下去了，这是在打本王的脸，这是在挑战重甲营，全军集结！本王要亲自去看看，到底是多厉害的妖法，能挡得住我大燕朝最强的钢铁豪流！王爷英明，5000铁茯苓一出，
青州府那群乌合之众，顷刻间便会化为齑粉。李爷、张爷，镇北王的主力动了。探子拼死传回来的消息，5000重甲铁符营距离野狼谷不到50里了。5000重甲，连人带马，加上那层厚重的布人甲，平均重量超过1000斤。以冲锋速度撞击，动能是轻骑兵的3倍以上。你那500把后膛枪打得穿吗？30步内能破甲，但他们是5000人，不是2000。只要有100骑撞进战壕，你的500新兵就会在一瞬间被踩成肉酱。所以不能让他们以完整的阵型冲到战壕前面，硬刚是最蠢的办法。打仗打的不仅是武器，更是后勤和经济。这5000铁浮屠人吃马嚼，每天的消耗是一个天文数字。老张，前线交给你，给我拖住他们3天。你要干什么？我要把这支无敌的铁浮屠饿成一群连刀都举不起来的废物。王爷，出事了！咱们原定在安平县和清水县补充的3万担精子料和1万担粗粮没了。没了是什么意思？被人买空了。就在5天前，有一批神秘的商人带着成箱的现银，以高出市价3倍的价格，把北方3州所有能买到的金饲料、马草，甚至连给马治病的金创药，全部扫荡一空。查清楚是谁干的了吗？大掌柜，这玩意儿真的能当钱使？他以前不能当钱使，但从今天起，他就是青州府唯一的钱。发布公告，从即日起，青州府内全面废除大烟铜钱和白银的流通，所有人在商会控制的工坊当兵打仗不再发铜钱，只发粮票。想要吃饭、想要买盐，只能用粮票。大掌柜，这是要绝了朝廷的根啊！如果大家都只认粮券，那镇北王的铜钱和银子在咱们这儿，岂不是连张废纸都不如？去告诉老张，我已经把那头钢铁怪兽的血槽放干了一半，剩下的看他怎么敲碎他的骨头了。别慌，放他们进500步。王爷，呼延灼就是折在这里的。那些妖人似乎在地下埋了会爆炸的天雷，还有那些挂着倒刺的铁线，专门用来割马腿。哼，雕虫小技！传令重甲步兵列顿阵上前抬雷，铁浮屠居中，等步兵扫清障碍，直接以楔形阵碾压过去。我要这群流民连一具全尸都留不下。得令。张爷，打吗？放他们过来。弓弩手，抛射压制。隐蔽！他们没反击，妖人的天雷用光了，破开铁线，铁浮屠准备冲锋。铁浮屠，踏平他们！全体起立，开火！哈哈哈哈！妖术破了，他们的暗器打不穿我们的重甲，给我死！时代变了，大清亡了。那是什么火器？竟然能连发！那到底是什么？开火！不要停！换弹枪！撤！快撤！不许退！给我稳住战线！王爷，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停火！老张，你看，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依靠刀甲的老旧传统的作战方式，在我们的机器面前早已失去优势。所有人上刺刀！全军推进，收编溃散敌军，收容降卒。
野狼谷一战，镇北王麾下5000铁骑出折损大半，消息在半个月内传遍北方3州，底层流民和破产农户如海啸般投奔青州府，温饱安居，轻徭薄赋，护卫乡里，持械自保。这16个字成了青州府最深入人心的标语。原本500人的新兵营膨胀到了1万人，3000人编入火枪营，执行3-3制班排连编制，剩下7万人全部编入工程兵和后勤辎重营。我要修路，我要挖矿，我要把青州府到幽州的200里地变成我们的绝对控制区。李爷，咱们有1万人，为什么不直接推平幽州？镇北王现在就是固守城池的守军，固守城池的守军，他也缩在坚固城防壁垒里。幽州城号称大燕第1坚城，10万人用云梯爬3个月都不一定能摸到城头。我们这3000火枪手如果去攻城，就是活生生的靶子。打仗打的是降维打击，既然他们缩在坚固壁垒中，那我们就把他们的城防敲个粉碎。青州府的流寇动了吗？回王爷，他们没动，但是他们的人数已经膨胀到了1万多，而且他们还在疯狂的挖矿修路。传令4门，全部用巨石封死，护城和吊桥全部烧毁，城墙上日夜巡逻。王爷，咱们不主动出击吗？拿什么出击？拿你们的血肉之躯去抵挡连发火器吗？他们那种连发器械根本不是普通兵卒能抗衡的。但他们也别想打进来，幽州城内粮草充足，足够坚守3年。只要我们守在城里，他们的火器难以伤及城内。等朝廷大军一到，定要将这群作乱之徒依法处置。城墙不破，我永远不会落败。开炉，浇筑，冷却，脱模。张爷，这炮管太厚实了，大燕朝的红缨大炮跟它比起来，简直就是个易碎的瓷器。可是这么重的炮，没有神力怎么搬得动？用马匹拉，装上轮子，它就是移动的毁灭之神。12门，10天之内，我要12门这样的火炮，以及1000发开花弹。张爷放心，只要管饭，我们把命填进去也给您造出来。1万人，他们居然真的赶来攻城，就凭那些拿烧火棍的部族，他们连云梯都没带，难道想用牙齿把这5丈的青砖墙啃下来吗？王爷，他们推着几辆被布盖着的大车，会不会是攻城锤？攻城锤，护城河的吊桥已经烧了，他们怎么推过来？传令弓弩手，只要他们敢靠近城墙100步以内，立刻射杀。滚木落石准备好。老张，距离差不多了，让火炮列阵吧。炮兵连向前推进。谢步，构造炮兵阵地。那是火炮，他们怎么敢把火炮推到这么近的距离？王爷，他们进入射程了，要不要放箭？放箭！给我射死那些炮手！丰田开花弹，目标幽州城正门主楼。时代变了，王爷。这是什么妖法？这怎么可能？不要停！全部炮群自由射击，城门楼基2侧城墙，给我轰平它！顶不住了，城墙要塌了！好啊，这是天雷，我们打不过天雷的！老张，停火，让大炮散热。接下来，该我表演了。城里的兄弟们，别给镇北王卖命了！他在王府里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在城墙上挨天雷劈。我们青州府的人现在顿顿有肉吃，你们的爹娘妻儿都在城外饿肚子呢。镇北王的大军已经死光了，朝廷的救兵根本不会来，这城墙马上就要塌了。你们想跟着他一起陪葬吗？大猪啊，我是你娘啊，你别打了！青州府的李老爷给咱们发粮食了，你快出来吧！二狗，我是你媳妇儿，你快开城门吧！镇北王是个畜生，他把咱们的口粮都抢光了！我不打了，我娘在外面叫我，我不给王爷卖命了！反了！你们想造反吗？王爷的命是命，我们兄弟的命就不是命吗？兄弟们，这城守不住了，绑了镇北王，开城门换良田！绑了镇北王，开城门！王爷，这幽州城的泥水凉吗？李四，
你这个疯子！你用了什么妖法？你毁了我的铁浮俗，你毁了我的幽州城！本王是大燕的皇亲国戚，你敢杀我，朝廷的20万大军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死到临头还在拿朝廷压我。还记得几个月前在青州府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那时候我带着四海商会70%的利润，低三下四的去求你合作。我说那是双赢，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2个奸商的命都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分钱？你说的对，王爷，这片土地上的规矩就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现在我的拳头比你大，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我给，我什么都给，我把幽州、青州、冀州的税收全给你们，我上奏朝廷封你们做异姓王，我把所有的金银珠宝、所有的女人都给你们，我只要活着，我只要活着。李大掌柜，咱们双赢，咱们可以双赢啊！老张，平时吃人的时候比谁都狠，轮到自己挨刀了，叫的比谁都难听。等等，别杀我，我还有用，我知道朝廷大军的部署。王爷，我说过，我的经济学模型里已经没有分红这个词了。废物，都是一群废物！慕容庭号称大燕第1名将，手握5000铁浮屠和幽州坚城，居然被2个商贾出身的流寇不到1个月就给灭了。他还被自己的手下绑了县城。陛下息怒。据逃回来的探子说，那2个妖人掌握了天雷之术，他们的武器能在几百步外杀人于无形，甚至能用雷火直接轰塔城墙。朕不信什么天雷，朕只知道幽州一丢，北方3州门户大开，反贼的兵锋直指京师。传朕的旨意，即刻起全国总动员，再从江南中原急调10万精锐，由兵马大元帅呼延烈统帅。朕要御驾亲征，20万大军就是一人一口唾沫，也要把那青州府和幽州城给震淹了。20万大军。大燕皇帝把老本都掏出来了，老张，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加上刚收编的幽州降兵和新招募的流民，满打满算3万。火枪够用，但大炮只有30门，炮弹储备不足5000发，3万对20万。哪怕我们有武器代差，如果被他们4面合围，用人命硬填，我们也扛不住多久。所以不能打防守战，必须主动出击。老李，你还记得我之前让你准备的那些用牛皮和丝绸缝制的大灯笼吗？记得啊，你用来发传单的热气球吗？发传单太浪费了。这几个月，我除了打造器械，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这玩意儿上。这玩意儿的威力极强，这点分量便能将大燕皇帝主营连同周边3000护卫将士夷为空地。你要空投？对，立体打击。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指挥系统是极其脆弱的，只要皇帝和主帅一死，这20万人就会瞬间变成一盘散沙。好，我来配合你。今天晚上，我会让情报部门通过内线疯狂散布谣言，就说天罚将至，大燕气数已尽，先把他们的军心搞乱。只要你的炸药一响，我立刻让3万火铳军全线压上，发动反冲锋。我要让这20万人在这幽州城外上演一场大燕朝有史以来最大的营销。听说了吗？今天白天城里有人放话说，今晚会有天罚降临在中军大帐。嘘，别乱说，当心被东征队砍头。不过那2个妖人连镇北王都灭了，说不定真会妖法。陛下，明日一早，臣便亲自督战，驱使府兵用沙袋填平护城河。只要大军能靠近城墙，就算他们有火炮，也挡不住我们的人海战术。天上那是什么东西？是天灯，好大的天灯，怎么会飞得那么高？装神弄鬼！弓箭手，给我射下来！陛下，太高了，根本射不到啊！老李，点火！大燕皇帝收快递了。那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皇上没了！天罚，真的是天罚降临了！跑啊！妖人施展天雷了！全军听令，打开城门，火炮营掩护，火枪营全线出击！老李，皇帝死了，镇北王也死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自己当皇帝吗？当皇帝？看看吧，这是大燕朝各地的藩王和总兵发来的密信。皇帝死了，他们不仅没有起兵勤王，反而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甚至还有人派使者来向我们示好，想买我们的火炮。这种封建糟粕，谁爱当谁当。老张，我们的兵工厂产能还能扩大10倍吗？只要你有足够的铁矿和煤炭，100倍都不是问题。好，通知下去，废除大燕国号，在北方3州建立大燕第1军政府。这片土地上的规矩太烂了，
我们既然来了，既然手里有枪、有炮、有技术，那我们就把这天下所有的旧规矩全部砸个稀巴烂，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工业帝国。